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玲。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重磅的话题，那就是中共军中的大清洗。最近呢，中共军队内部的整肃行动是越演越烈了，不仅是火箭军的高层换了一批又一批，现在呢，就连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也被传出要被清洗。大家知道，这两个人那可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呢。要知道，习近平在去年10月的20大上才刚刚安排的何卫东与张又侠担任军委副主席，苗华可更是军中资深的政工干部，长期负责意识形态的工作。然而呢，现在居然有消息称，这两位原高官也难逃清洗的命运，甚至呢，已经可能被秘密的软禁了。那么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李向阳也传出被捕了。要知道，东部战区那可是对台作战的核心战区，是中共军队里最重要的一个战区之一。那么如果李向阳真的被抓，那就意味着中共的对台作战战略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呢还可能会直接陷入混乱。那么这场军中大清洗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外界有不同的解读，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有一种分析认为呢，习近平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确保军队绝对的听命于他。因为他发现，即便是自己提拔上来的亲信，也未必是绝对的忠诚，甚至呢还有可能会暗中勾结其他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宁可牺牲一些自己人，也要确保军队的绝对控制。但是呢，也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这可能是更大规模的政治动荡的前兆。有人怀疑呢，中共高层内部正在酝酿着政变，甚至有军方人士不满习近平的领导，试图采取行动。这次的清洗呢，可能就是因为习近平察觉到了危险，提前下手。那么除此之外呢，最近还传出了一个更加惊人的消息，那就是习近平可能会因病退休。对此呢，熟悉中共官场内幕的袁宏斌教授指出，确实是最近网络上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关于习近平主动提出要退休或者是放弃权力的八卦留言。不过呢，这些留言违反了中共专制政治的常识。中共体制内的高级官员，他们的政治基因就是视权力如命，贪恋权力，为了权力，他们不惜冒任何的风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12年以来，他的政治主题就是不顾一切的扩充和巩固自己的独裁权力，甚至呢还不惜修改宪法，为了获得终身执政的位置，冒天下之大不韪。习近平追求的就是像毛泽东那样，即使是死，也要死在权力的巅峰。只要有权力，他就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绝对不会因为身体的原因提出要放弃权力，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习近平而言呢，权力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切。失去权力，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他怎么可能会放弃权力呢？而最近呢，也有一个关于苗华的大案被披露了，已经揭发了包括何卫东在内的1300多名上将、中将等军方的高级官员。美媒最近也披露呢，失踪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被查，但是呢，中共国防部却对外声称不知情。袁宏斌教授也提到了，在北京官场的耳语中呢，最近有一个讨论的焦点，那就是习近平是否会像斯大林一样，对军队实施大屠杀式的新一轮的清洗。任何懂一些历史的人呢，都会知道，在1934年到1938年，斯大林发起了一场血腥的大清洗，名义上是进行肃反，实际上是为了巩固斯大林的独裁的地位，确保党和军队的绝对忠诚。那次大清洗，苏共党内有1半党员被调查，130万人受审，62万人被处决，其他人都被流放了。苏联海陆空三军的高级军官中有3名元帅被处决，军官呢几乎都被团灭，这导致后来的德国入侵苏联时，苏联红军几乎没有应对的能力。习近平已经上台12年了，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与整肃，号称是反腐败。但实质上呢，就是为了确保党政军军官对他的个人的绝对的忠诚。在过去的12年当中，大约有600万名官员被清洗，尤其是军队清洗的是一轮又一轮的，只是习近平还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进行大规模的杀戮。
近期呢有传言说，习近平可能会效仿斯大林，对党卫军内部进行大清洗。由于苗华的揭发，中纪委和军纪委的审讯人员呢已经严重不足，因此中纪委从公安部、国家安全部、最高检察院调来专家进行调查。于洪斌教授说，苗华的揭发材料让习近平面临巨大的压力，甚至呢有人担心他会采取像斯大林一样的大清洗的方式，对党内军内进行血腥整肃。这样做呢可能会毁掉习近平这12年来培养的习家军。但是呢，如果习近平不采取措施，任由这两面人的现象继续的存在，他又无法忍受，因为他是一个多疑的人。最近呢，我们还有看到习近平去贵州与云南视察时，头发变得花白了。北京的官场传言说呢，苗华的交代是让习近平急速变老，甚至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岳宏斌说，习近平在上台后不久，曾经要求中共高官不要染发，甚至说呢，白发也有白发的风采。可是现在看到习近平的白发，大家更多看到的是他的衰老与无奈。根据一些北京官场的传言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已经受命通过美国的媒体向外透露何伟东等人已经停职并接受调查的资讯。那么这样做呢，是为了测试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中国国内对于习家军频繁出现政治不忠的忍耐度。根据判断呢，不管习近平采取斯大林式的全面清洗，还是选择手握必办、胁从不问的策略，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党内军内普遍的两面人的现象。这种现象呢，已经成为习近平无法治愈的心腹之患。美林认为呢，从一开始呢，习近平的核心策略便是权力至上，为了保持个人的独裁地位，不惜让亲信落马，甚至不惜牺牲一些曾经信任的军政高官。这一策略的背后呢，不仅仅是一个个的清洗的行动，更是中共统治体系内部的深刻的危机。首先呢，习近平不断的清洗，实际上反映了他对政治稳定的深度的焦虑。尤其是在当前，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越发激烈，亲信也难以避免政治生死线的压力。即使是习近平提拔上来的高官，也并非是绝对的忠诚，背后呢，可能隐藏着更多的派系利益与复杂的政治博弈。而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呢，恰恰成为习近平不断清洗与巩固其个人权力的动力。那这其次呢，这种情况并非是简单的个人权力的欲望，它也折射出了中共体制本身的深层的问题。与其他国家的领导层变动不同，中共政权呢，并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挑战与异议，这导致内部的高层权力结构的极度的脆弱。那么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高官呢，他们都在舆论制的自身缺陷和不断崩塌的公信力进行斗争，而这一切的根源正是体制的病态。一旦权力过度集中，腐化与内耗变成了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清洗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军队。无论是东部战区的核心人物，还是军事高层的亲信，甚至是一些曾经与习近平有过紧密联系的高级的官员，都没有能逃脱这次整肃的命运。这就表明中国军队在习近平眼中并非是绝对可靠的，甚至是潜在的威胁。军队在中共体制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它不仅是政治斗争中的重要力量，更是决定国家政权是否稳固的关键。而现如今呢，习近平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即便是军队的高层也可能是对手。这种过于信赖亲信的局面，或许早已埋下了不可预见的危机。然而呢，我们也不能够忽视习近平为了巩固其权力所采取的举措，实际上呢，也为他自己埋下了巨大的隐患。那比如说，尽管他试图通过清洗来加强对军队和党内的控制，但是呢，这种过度的依赖权力制衡与严密的管控，却将中国社会与政治体系逼向了极限。不断的整肃与清洗，最终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的全面动荡。这场清洗就像是脱离现实的政治游戏，它本质上是在剥夺国家运作的根基、人心与秩序。现在外界传出习近平或许会因病退休的消息，这猜测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有人认为，习近平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领导者，不可能在身体状况不佳时主动的让位。毕竟呢，他早已为自己的独裁统治做好了长远的布局，如何可能轻易的放弃权力？但是呢，也有分析指出，习近平健康问题的加剧，或许意味着他内心的焦虑与不安正达到了顶点。那作为一名长期处于权力巅峰的领导人，面对越来越多严峻的国内外的形势，权力的压力已经成为他无法承受之重。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管习近平是否主动选择退休，或是中共高层会因其健康问题而发生动荡，都无法掩盖中共政权的内在腐化与脆弱。权力斗争已经变得如同无序的棋局，每一位棋子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而中国的民众也在这一过程当中的悲惨命运中承受着无尽的苦难。那么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呢，中共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无论是习近平还是其他党内的高层，个人权力的争斗与利益的分配复杂的局面，注定会导致中共无法避免的解体。一个腐朽而且病态的政权只会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之下崩溃。而这一过程中呢，每一场的清洗都将是中共走向灭亡的前奏。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中共的灭亡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历史进程。而这场变局的背后呢，正是无数中国人民在长期的压迫与苦难当中所承受的最沉重的代价。最终，无论习近平如何拼命地维持独裁的统治，都无法改变中共腐败体制的必然的覆灭。中共是注定要完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告诉我们您的看法。我是美玲，我们下期再见。